今天要聊的内容有点硬核，如何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活得更有底气、更体面，甚至一步步爬上人生的巅峰。如果觉得生活总是不顺，钱包老是瘪着，或者常觉得自己被现实坑了，那就赶紧点个赞，订阅一下频道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点醒你。今天要分享的是15条人生法则，每一条都来自真实世界的潜规则，句句扎心，但也句句实用。这些不是空洞的大道理，而是能让你少走弯路，甚至改变命运的真金白银。不急，会一条条拆开讲，慢慢消化。准备好了吗？那就跟我一起走进这个既残酷又充满机会的世界吧。第一条，美色只租不买才是聪明人。生活中总有些人为了追所谓的美色，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。比如前阵子在网上刷到个帖子，一个小伙子26岁，为了追公司里最漂亮的女孩，辞了工作，借了10万块钱买了辆2手宝马。结果呢，人家女孩压根没看上他，车最后还被卖了抵债，自己搬回老家啃老去了。这种事听起来夸张，但现实里一点不少见。所以得明白，美色这东西是租来的，不是买来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漂亮的人货物可以欣赏，可以短暂拥有，但别想着花大价钱永久占有，因为那代价太高，高到可能毁了你半辈子。想想那些有钱人，他们身边不缺美人，但你见过谁为了一个女人把公司卖了？没有。他们懂得享受，但绝不会被美色绑住。反过来，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，一遇到漂亮对象就昏头，花光积蓄不说，还觉得自己特浪漫。其实呢，不过是给别人送了风景，自己却落了个空壳子。所以别把钱砸在买美色上，聪明人会把资源留着，干点更有回报的事。觉得有道理吗？评论区说说，会不会为了美色冲动花钱？第二条，酒色财气最多占一样。酒色财气，人生四毒，这话听过吧？有人爱酒，天天喝到人事不省，最后连工作都丢了；有人好色，为了讨好对象掏空家底，最后人跑了钱也没了；有人迷财，为了多赚点不惜坑朋友，结果名声臭了，没人敢合作；还有人太在意气，争一口气把自己逼到绝路。生活中这种例子太多了，但厉害的人呢？他们最多沾一样，还能拿捏得住。比如有个老板喜欢喝点小酒，但每次饭局他都清醒得很，从不失态签错合同。还有个朋友挺爱面子，但从不会为了面子跟人硬杠，把生意搞砸。酒色财气不占两样，这是聪明人的底线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陷进去2样以上，基本就离翻车不远了。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又好酒又好色，喝多了乱花钱，最后还能剩什么？现实里见过一个家伙，30岁出头，天天泡酒吧追女孩，工资全花光不说，还借了高利贷，最后被债主堵在家里，哭着求家里人救命。你说他要是早点收手，是不是不至于这么惨？所以得学会克制，别什么都想要，最后什么都保不住。最放不下的是哪一样？评论区聊聊吧。第3条，人脉是锦上添花，不是雪中送炭。很多人觉得人脉就是救命稻草，落难时能指望朋友拉一把。可现实是什么？人脉这东西是锦上添花的，不是雪中送炭的。没钱没势的时候，通讯录里的人再多也没用，谁会平白无故帮你？但当你有价值、有资源，那些朋友会像闻到香味的蜜蜂一样围过来。有个真实的事，朋友圈里有个家伙，前几年创业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天天打电话求人借钱，结果呢？以前饭局上喊他兄弟的人，全都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。后来他东山再起，开了家小公司，赚了点钱。这时候那些人又跑回来请他吃饭，说咱俩关系多铁。这就是人性，你没用的时候，谁都不认识你。所以
人脉不是靠饭局攒出来的，也不是认识多少大佬就够，而是你得有真本事。比如你会赚钱，懂门路，能帮别人解决问题，人家自然愿意跟你换资源。网上有个段子说得好，手里没牌，认识谁都没用；手里有王炸，陌生人都愿意跟你称兄道弟。想让人脉管用，先让自己值钱。第4条，别抱怨社会不公平，有实力自然有回报。生活中总有人嚷嚷社会不公平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运气不好。可事实是什么？这个社会对有实力的人从来不吝啬回报。抱怨没用，眼红别人也没用，真正能改变处境的是手里攥着的硬本事。比如前几天刷短视频，看到一个街头卖唱的小伙子，嗓子一般，长得也不算帅，但他在视频里说自己练了3年吉他，写了几首原创歌，靠直播打赏1年赚了20万。评论区有人酸溜溜地说，这社会就是看脸。可人家硬是凭本事吃饭，谁能说不公平？再看看那些富二代，别光盯着他们的背景，他们能守住家业，把生意做得更大，不也得靠脑子吗？反过来，那些成天埋怨的人呢？有个同事天天说领导偏心，公司没机会，可他下班就刷剧打游戏，从没见他学点新东西。结果呢？年年没升职，还怪社会不给机会。现实就是这么简单，你有货，社会就给你开绿灯，你没料，机会来了也抓不住。所以别浪费时间抱怨了，去练一门拿得出手的本事吧。第5条，形象是上流社会的入场券。想挤进上流圈子，光有钱还不够，形象这张门票得先拿好。出门前照照镜子，头发得收拾利落，腰杆得挺直，鞋子得擦得发亮，衣服得熨得板正，整个人得有精气神。在上流社会，形象不是小事，而是别人愿不愿意跟你合作的第一道门槛。朋友认识一个做生意的家伙，叫老王，40多岁，平时穿得像路边摊大叔，邋里邋遢。有次他去谈一单几十万的合同，结果客户见面10分钟就走了，说看你这样子，感觉不靠谱。后来老王痛定思痛，花了点钱请人设计形象，剪了头发，换上正装，再去谈生意，客户直接拍板签了单。你说这值不值？为什么形象这么重要？因为在高端圈子里，人人都忙，没人愿意花时间慢慢了解你的内在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的外在。外表收拾好了，别人自然觉得你做事也靠谱，机会就来了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反过来，头发油腻，衣服皱巴巴，谁会放心跟你掏钱合作？所以别偷懒，形象这东西，投资一点就能换来大回报。第6条，闷声发大财，别到处嚷嚷。发财这事低调点，别到处张扬。财路一公开，往往就有人眼红，有人截胡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聪明人都是闷声干大事，等钱装进兜里，才偶尔露点笑。有个例子特别有意思，邻居有个小伙子开网店卖手工皮具，刚开始赚了点钱，天天在朋友圈炫耀，说自己月入5万，准备再开几家店。结果没过2月，市场忽然多了好几个卖一样东西的，价格还比他低，最后他生意黄了，哭着说被人抄了路子。可想想，他要是不嚷嚷，谁会注意到他赚钱的门道？现实里这种事太常见了。你看那些真正的有钱人，开豪车住别墅，但从不主动说自己靠什么发家的，因为他们知道财不外露是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。反过来，那些刚有点小成就就到处显摆的人，往往还没站稳就被挤下去了。所以下次赚了钱，先捂严实，别急着晒。
第7条，强龙不压地头蛇才是聪明人。俗话说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这不是示弱，而是大智慧。不管你多厉害，到了别人的地盘，低调点，尊重点，总比硬碰硬来的划算。不然，吃亏的往往是自己。朋友圈里有个哥们做建材生意，赚了点钱后信心爆棚，去外地谈合作。结果到了那边，当地供应商摆明了不想让他插手，他偏要硬抢生意，还放话说我有钱有资源，谁敢拦我？结局呢？没几天货被扣了，客户被撬了，最后灰溜溜的回来了，亏了小几十万。他说早知道就不逞能了，人家根基深，我再强也斗不过。这就说明外来者再有本事也得懂规矩。地头蛇熟悉人脉资源，甚至能动用你想不到的手段，硬拼只会两败俱伤。聪明人会怎么办？先摸清情况，找个当地合伙人借力打力，既赚了钱还不得罪人。所以别总想着压别人一头，学会弯腰才能走得更远。第8条，信誉是上流社会的通行证。在上流圈子里混，信誉比钱还值钱。承诺一旦出口就得兑现，不然一朝失信，满盘皆输。这不是道德说教，而是现实生存法则。举个例子，认识一个老板做餐饮连锁，手底下几十家店。有次他跟供应商承诺月底结款，结果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，没按时付清。供应商倒也没翻脸，就是默默把货量减了，后来干脆不合作了。没多久，他的店因为原料断供，口碑下滑，生意差点垮掉。后来他跟人感慨，早知道信誉这么重要，当时借钱也得把账结了。为什么信誉这么关键？因为高端圈子就那么大点，消息传得快。你守信，大家愿意跟你长久合作，甚至主动拉你一把。你失信，别人不光不帮你，还会到处说你靠不住，路就窄了。所以答应的事，哪怕砸锅卖铁也得做到，宁可少赚点，也别丢了信用。第9条，放下面子赚钱是成熟，用面子赚钱是成功。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对面子的态度决定了高度。放下面子去赚钱，说明你成熟了；能用钱换回面子，说明你成功了；用面子直接赚钱，那你就是个人物了。这3步缺一不可。现实里见过太多例子。有个朋友，大学毕业后死要面子，非要找体面工作，结果挑来挑去，半年没收入，最后没办法去摆摊卖烧烤。一开始他觉得丢人，可1个月赚了8000块，比他同学坐办公室还多。他才发现面子算什么，能养活自己才是真本事。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他开了家小饭馆，回头请老同学吃饭，人人都说他有出息。这就是第1步，放下面子。再后来他店里生意好了，口碑传开，银行主动找他贷款，供应商给他优惠，他才明白钱能买回面子。现在呢，他成了当地商会的理事，靠一张脸就能拉来投资，这就到了第3步，用面子赚钱。你看，面子这东西不是天生的，是自己挣来的。所以别怕丢脸，先赚到钱再说。第10条，99%的问题靠钱解决，1%靠更多钱。这话听起来有点冷，但现实就是这样。人这一辈子，99%的问题可以用钱搞定，剩下那1%得用更多的钱。别不信，细想想，生活中哪个麻烦不是钱能摆平的？比如朋友有个亲戚得了场大病，家里急得团团转，医生说手术费20万，拖1天风险就大1分。结果呢，他东拼西凑借了钱，手术做了，人就回来了。后来他说，那天我才明白，没钱是真的要命。再比如孩子上学要找好学校，工作不顺要跳槽，哪样不需要钱铺路？就算偶尔遇到钱解决不了的事，比如感情裂痕、健康危机，最后还得靠钱买时间、买资源去弥补。
所以趁早认清现实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网上有人调侃，有钱能治病，没钱致命。这话糙，但理不糙。别老想着清高，多赚点钱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保障。第11条，跟富人混，别跟穷人扎堆。出来混，跟谁混很重要。跟富人混，能越混越富；跟穷人扎堆，只会越混越穷。这不是势利眼，而是环境和眼界决定命运。大学有个同学，毕业后一心想创业，但老跟宿舍那几个爱抱怨的穷哥们混在一起，天天聊怎么省钱，怎么对付老板。结果3年过去，他还是个打工仔，存款没超过5位数。后来他狠下心，辞职去了一家创业公司，主动靠近那些有钱有想法的老板，每天听他们聊投资，谈项目。不到2年，他自己开了个小工作室，现在年入100万。他说，跟富人混，眼界不一样，机会也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富人圈子讲的是资源共享，互相拉一把，他们聊的不是柴米油盐，而是怎么翻倍赚钱。穷人圈子呢，多半是互相诉苦，比谁更惨，时间耗没了，格局也小了。所以想翻身，就得跳出舒适圈，去靠近那些比你强的人。第12条，铁饭碗真香，但得靠真本事端。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这些职业谁不眼红？稳定、体面、福利好，简直是铁饭碗的代名词。可别以为有关系就能轻松端上，现在是逢进必考，没真本事，就算爹是局长也白搭。有个例子特别典型，朋友的表弟家里有点背景，叔叔是当地小领导，他以为考公是走个过场。结果呢，笔试没过，面试更别提，最后连个临时工都没混上。他抱怨，不是说有关系就行吗？可现实是，政策越来越严，考场不认人情，只看分数。反过来，隔壁有个普通人家的小姑娘，没背景没靠山，硬是靠熬夜刷题，考上了市里的教师岗，现在过得比谁都滋润。所以铁饭碗是香，但得凭实力去抢。别指望走后门，时代变了，关系只能锦上添花，硬本事才是敲门砖。想端这种饭碗，就老老实实下功夫吧。第13条，没实力，别轻易挑高段位伴侣。没点硬实力，就别想着娶空姐、大学教师、网红女主播、领导秘书、银行女这类高段位对象。不是看不起谁，而是现实里实力不对等，感情多半走不远。朋友认识个家伙，普通上班族，月薪5000，追了个当空姐的女朋友。刚开始甜得很，他觉得自己捡到宝了，可没多久问题就来了。人家周末飞国外，他只能窝家里打游戏，人家喜欢高档餐厅，他掏半天钱包不够付账。半年不到，女孩提了分手，说你人挺好，但咱俩不合适。他不服气，可事实摆在那，人家要的生活他给不起。这不是说感情的门当户对，而是你得有匹配的资本。空姐、网红这些职业，光鲜背后是高要求的生活方式，没钱没资源，硬凑上去只会让自己难堪。反过来，那些结了婚过得好的男人，多少有点底气，要么有钱，要么有才。所以先让自己强起来，再去挑对象吧。第14条，强者互帮，弱者互踩，这就是人性。社会有个冷酷的真相，强者之间互相扶持，弱者之间互相踩踏。这就是为什么强者越来越强，弱者越来越弱。现实里见得太多了。有个朋友做销售的，业绩一直拔尖，部门里几个厉害的同事总拉着他一起吃饭，分享客户资源。后来他升了经理，那些人还主动帮他带新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强者知道抱团才能走得远。反过来，公司里几个垫底的天天互相埋怨，你怪我抢单，我怪你拖后腿，
最后谁也没爬上来，还都辞职了。这其实是人性。厉害的人眼里是合作共赢，混得差的人只想着比谁更惨。网上有个说法，穷人炒着分锅里的汤，富人想着怎么把锅做大。所以想翻身，就得先让自己站到强者那波去，别在弱者堆里耗着。见过这种互踩的事吗？评论区聊聊吧。第15条，穷斗不过富，商斗不过官。翻翻历史，有条潜规则永远不变，穷人斗不过富人，商人斗不过当官的。不是劝你认命，而是提醒你认清现实，别硬碰硬。比如前阵子村里的事，有个小老板开了家超市，生意不错，结果镇上某领导的亲戚也开了家店，位置更好，还各种找茬。小老板不服气，跟人家杠上了，先是货被查，后来消防说不合格，最后店开不下去了，他只能关门走人。回头想想，他再有钱也没人家权大，这就是商斗不过官。再往前看，古代那些穷人起义，哪次不是开头轰轰烈烈，最后被有钱有势的压下去？所以别天真以为靠义气能翻盘，斗得过富人官人之前，先让自己有足够的筹码。看完这15条法则，是不是觉得有点扎心？没错，这就是现实，赤裸裸，冷冰冰，没人会哄着你过日子。你还在抱怨社会不公，觉得自己命不好？别傻了，这个世界从不欠你什么，公平从来都是给有本事的人准备的。没钱没势还想靠运气翻身，那是痴人说梦。看看那些成功的人，哪个不是咬着牙攒着劲，一步步把自己熬出来的？你呢？下班就刷剧打游戏，连张像样的简历都写不出来，还指望天上掉馅饼。这些法则不是让你认怂，而是让你认清真相。美色买不起就别硬撑，人脉没用就先让自己值钱，信誉没了就别想混圈子。穷人斗不过富人，商斗不过官，硬碰硬只会头破血流。可你要是学会低头攒实力，谁敢说你没机会翻盘？现实很残酷，但机会也摆在那，前提是你得动起来，别老等着别人拉你一把。别再骗自己了，生活不会因为你哭几声就变温柔。想活得有底气，想爬上巅峰，就得拿命去拼。钱不会自己跑进兜里，人脉不会凭空砸到头上，面子更不是天生的，全是你一分一毫挣来的。现在不努力，10年后你还是那个窝在出租屋里骂天的人。醒醒吧，从今天起放下手机，关掉游戏，去学点真本事，去赚点真金白银。别问值不值得，问问自己，再不拼，你甘心一辈子这样吗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准备怎么改变？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